三星 Galaxy Note 10、Note 10 Plus。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啊。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带来的是应该是年内最强安卓机皇的一期体验视频了。哎，不对，华为的 Mate 30还要打一个问号啊。这一台 Plus 呢是港版的，因为国行的这个是5G 版的，这个港版呢它是没有5G 的，这也是港版跟国行最大的区别。因为现在5G 在国内铺开的还不是特别多，可用性还不是太高呢。根据我们之前的体验，所以说这个港版受关注度也非常高，因为价格确实非常优惠啊。不客观之体验，小白测评 Note 10和 Note 10 Plus， 马上开始。手机这边呢，我因为准备了上一代的 Note 9，还有就是上半年的 S10 Plus。这台国行版 Note 10呢，我们已经是开完了。这盒子方面呢，也简单的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正面呢有一个蓝色的这支笔，它里边这支笔是蓝色的。国行的配件方面，就是一根数据线，然后一个 AKG 的耳机，然后还有一个充电头。这个充电头呢是标配的25瓦的充电头，这个 Note 10 Plus 这边呢也都一样，但是他们是最高支持45瓦的快充的，你需要多花300块钱。如果是买它官方配件的话，就是其他的这个充电的情况呢，我们暂时还这个不太清楚，到时候后期呢会给大家做测试。耳机方面跟上一代那个基本差不多，就是编织绳的 AKG 的耳机，然后 Type C 接口，有一个官方随机附送的清水套。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次就是港版的这个情况。确实啊，对于三星的手机来说呢，这个港版尤其是它这些旗舰机两边的差价还是比较高的。虽然说这一次的 Note 10 Plus 呢，这个港版呢它是没有5G，但是刚才说了，这个目前国内的这个5G情况呢还不是很成熟。国行是7999起售，这个港版呢只需要6500块钱的这个样子。它外面呢是一支这个白色的笔，这次啊就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或者说调查了一下吧，大家最认可的颜色呢就是这个白色。确实啊，这个莫奈彩呢，在渠道呢管它叫银色，它确实就是把别的光呢全部都反射过来，我觉得有点太花哨了，而且整个的质感呢也并不是特别强。而这个白色呢，再加上这支白色的笔，有那种温润如玉的感觉，确实非常漂亮。就是我自己呢也是购买了一台这个白色的版本。机器呢我们是已经设置完毕了。这个港版和国行呢，除了5G 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要是想要购买港版的话呢，尤其是三星的这些旗舰机，一定要跟商家要这个港版的发票，还有这个保修。这个发票一般全部都会有的，我们这台也有啊。先说几个小问题啊，就是在我们拿到手机之后呢，跟线下体验不同的地方。第一个问题就是电源键。首先在这个 S10 Plus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是一个手指比较长的了啊，但是对于 S10 Plus 来说，它这个电源键就靠上。这个在深度测评中我们也聊了，就是自然状态下呢，我是够不着这个电源键的，我需要动一下，然后再够到这个电源键。然后再打开再关闭，然后到 Note 10和 Note 10 Plus 这边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它直接给移到了左边，就是右边没有电源键了，右边非常干净，两个手机全是。就是你自然握持的话，你需要用中指，然后来按这个电源键。当然，我也必须说明，如果上到屏下指纹你全部都设置好了的情况下，这电源键用到的概率不是特别的大，它这个解锁位置也是非常大的。我熄屏，然后我掏出手机的情况下，往这个大概的位置一点，然后就解锁，这种感觉特别好。这几台机器呢，我们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的颜值情况。确实，不管是 Note 10还是 Note 10 Plus， 提升都是巨大的。如果说目前机圈哪个手机最接近于100%的屏占比，我们所体验过的所有的手机，这两台机器真的是最高的。尺寸方面呢，它是一个6.3寸，一个6.8寸。这个小号的 Note 10呢，这个热度也非常高。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屏幕是1080P，这个在线下的体验视频中呢，我们也给大家聊过了。这个我们仔细把玩了之后，发现屏幕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它主要就出现在你的心理上面。就是我花了这么多钱，6000多，你给我一个1080P的屏幕，这个 S10 Plus 是吧？也港版的也都非常便宜了。人家也是2K 的屏幕，所以说你心理上感觉会不太爽。但其实在使用的过程中，这块屏幕素质是非常高的，几乎看不出来任何区别。只不过是在图标的边缘，你会感觉有点发虚。这个字体上的优化
还是非常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跟 2K 的这个相比还是有点区别的。前置的2台机器都是1000万的 f2.2 的这个镜头，也就是这次我们管它叫二郎神的这个前置镜头。相对来说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之前的这种情况。当然，这就完全是2代手机了。这上一代的这个 Note 9差的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即便是 S10 Plus， 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啊，喜欢 Note 10这种挖孔风格的，请打1；喜欢 S10 Plus 这种挖孔风格的，请打2。后置的这个镜头方面呢，2台机器也是有一个，其实我看来并不大的一个区别，就是Note 10 Plus 这边呢是4摄的一个组合，加上了一个景深镜头，然后Note 10这边呢它是一个3摄的组合，都是自己的这个传感器，1200万的这个主摄。其实关于他们，比如说很多小伙伴说现在都是什么4800啦，甚至6400啦，这个他们还都是1200，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百问的视频中跟大家回答过啊。软件方面的调教真的是占的这个份额越来越多了，就是软件调教实力如果特别强的话，依然是非常牛逼的一件事。相机方面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儿，就是这个 Note 10 Plus 呢，当然不是港版啊，它是这个5G 的版本啊，现在是登顶了 DxO 的第1名，超越了 P30 Pro。那他们的相机实拍到底怎么样呢？谁是世界第一？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实拍样张。OK， 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Note 10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后期我们也会把这些机型的实测数据都第一时间更新到我们的小程序里边，赶紧扫码关注一下。处理器方面呢，这个没有做到极致感觉啊，虽然说他们都差不太多，就是他们都选用了855，而没选用855 Plus。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跑分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伙伴发现的，使用的过程之中呢，发现它的后背都是比较涩的。你想是吧，6、7千块钱的手机，怎么可能会没有疏油层呢？我们试了一下滴水是有疏油层的，但是实际的体验里边，这个后背就是非常涩的。这疏油层我也不知道是质量不好，或者说比较薄的这个原因啊。在实际的感受中呢，这个后壳就是非常涩，不管是这个莫代彩还稍微好一点，尤其是这个白色，非常涩，感觉没有疏油层，但其实它是有的。指纹的沾染的也比较厉害。之前 Note 9上呢也有这支笔，造型上呢，咱们可以对比一下上一代啊，上一代好像是稍微要长一点，这一代呢变短了这么一点点。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笔呢，加上了一个陀螺仪，就是它有很多宣传的功能，相信大家很多在视频里面应该看过了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抽出来笔，这个什么随手写的这个功能啊就不演示了。这次最大的就是它可以控制相机，比如说我现在是后置镜头，就是我摁住上面这个按键，上下滑动，它可以切换前置镜头。如果左右滑动的话，是可以切换不同的这个模式。画圈，它可以调焦距。但是你也看到了，它经常会出现误触，在识别上没有那么的精准。根据我们目前的使用来说，它的操作成本是比较高的，这种使用的场景是非常少的，甚至你可能就是拿到手机把玩了一下。其实我觉得这支笔目前最大的意义还是在于写字，就是随手记这一点上，能称为真正 Note 的手机只有三星的 Note， 没有其他了。再说回 Plus 这边，整个的这个 Plus 这个机器呢，6.8寸，拿在手里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4300毫安时的电池，对于6.8寸是吧，2K 多将近3K 的一个屏幕来说，4300毫安时的电池是不大的，所以说它的续航呢，我还是有点小点担心的，尤其是国行的5G 版本。目前呢，我们已经是体验过2台5G 手机了，一台是华为这边85000的 Mate 29 X， 还有就是 X50的骁龙这边的 iQOO Pro 的5G。这2台手机耗电都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85000这边好像还要更高一些，反正都非常耗电。而且 iQOO 这边呢，为了应对这个5G 呢，还加大了电池。所以说，国行如果你想先期体验5G 的话，6.8寸的 Note 10 Plus 加上43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其实它的电池并不算大，同样也都是 UFS 3.0的这个闪存，整个操作起来的这个感觉啊，其实和 S10 Plus 呢是没什么区别的，只不过是在造型的 ID 上呢有一些差别。这种比较方正的手机啊，就是非常适合男生的审美，看着也比较大气。就是之前呢，它宣传上一直有这种商务属性的宣传，但是这次呢去掉了这个，也让这个整机呢显得更年轻一些。当然 ID 上呢，尤其是后背啊，因为它是竖置的3摄，这个其他传感器呢也都放在了旁边，在后背的颜值上确实有点像
这个 P30 Pro，卡槽呢全部都是设计在了顶部。Plus 这边呢是一个非常长的卡槽，它可以插2个 Nano 小卡，或者说1个小卡1个内存卡，这是一个渔获卡槽。Note 10这边呢，它不可以插内存卡，它是2个 Nano 的小卡，包括震动方面都是横向的震动马达，就是品质都非常高，整个的手机的使用的感觉品质也是非常高，就是这手机真的非常漂亮，而且四周这种收角的这种感觉，90度这种切割的感觉，会让你感觉非常利落，就是一个人穿了西装打了领带，特别精神。这个西装被熨得非常平，就是这种感觉。而这个 S10 Plus 呢，可能是有一点点休闲那种感觉，就是可能穿的不是西装，而是比较干净的这种休闲装。可能有这种感觉。对于这2台机器的选择上呢，这个我个人肯定也是更推荐港版的这个 Plus， 因为现在5G 毕竟不成熟，而且它价格上优势也比较大。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特别感谢，特别感谢。OK， 除了视频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我们会第一时间在那儿给你发布我们对这些机型的看法。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新浪微博小白测评，与我们留言互动即可。OK， 不客观之前，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